唉，人家穿越洪荒都是乘胜做主，我倒好，一觉醒来穿成了玄冥族身边的小小地灵。这姑奶奶一个不高兴就能把我冻成冰碴子，一语之薄啊！那就是红军道祖，看着人模狗样，背地里净搞些拱火挑事的暗撒事儿。旁边那个就是通天教主吧，之后截教万仙来朝，可惜发不出功德工资，原地跑了3000个。这个准提笑得比我族祭典上卖假药的巫医还假。西方教全靠这手演技骗吃骗了。帝俊太医那2只杂毛牛，为了巫妖大战屠戮人族，练屠无剑练土，殊不知自己马上就要变烤鸡了，还搁这装什么派头？叮咚，吐槽升级系统上线，只要宿主坚持吐槽，就能获得升级奖励。当前宿主吐槽洪荒大能全家痛，触发奖励玄冥本源寒气一缕，修为突破地仙。原来吐槽就能升级，这挂开的爽。按原剧情，巫族就快覆灭了，我得赶紧吐槽升级，出去找个玄冥都找不到的极北冰窟窿躲平安。巫妖谅解，生灵涂炭。今日召汝等前来，是为了调停战事。道祖，妖族练土无剑，捕捞我族人，此仇不共戴天，绝无罢兵可能。巫族霸占大地，杀我妖族子民无数，该罢兵的是你们。若非道祖法旨，今日定要尔等血溅当场。这糟老头子算盘打得我都听见了，明面上调停，其实就是想让巫妖2族同归于尽。这亮节根本就是他一手策划，好坐收渔利河道。是这小地灵在说话，但他都没开口，难道我听到的是？后厨，你听那小地灵的心声。什么心声？我怎么听不到？这小地灵看着老老实实的，难道还敢在紫霄宫妄言？看着吧，接下来这老头肯定要说些什么顺其自然之类的废话，就是要拱着2族继续，直到打不动死透为止。他说红军接下来会让我们顺其自然死战，他竟敢妄议道祖。道祖代表天道，自然不希望生灵涂炭，怎会放任巫妖大战继续？等回去，我可要帮你好好管教这口无遮言的小地灵。巫妖谅解，自有天道因果，汝等2族互不相让，便顺其自然吧。竟和那小地灵说的分毫不差，他能预见道祖之言，绝不是普通地灵。我们把他带回偏殿。姐姐示下。是的。等等，等等，大人，我可以自己飞的，你慢点，我晕车啊！这玄冥姑奶奶一直盯着我干嘛？我不就偷摸蹭了她1缕本源寒气吗？不至于要把我冻成冰雕吧？林远，典籍整理的如何了？回玄冥大人，已经整理了一半了，小的正在仔细核对每卷的祭典日期，绝对不会出错。还核对个屁呀！反正没多久，公公和祝融那2个暴脾气就会打起来，公公一头撞断不周山。巫族的气运直接崩到马里亚瑟口沟，我的典籍也是白折。荒谬！共工祝融乃是一同出生自盘古残躯的亲兄弟，怎会自相残杀？还要撞断父神脊梁不周山，这简直是信口雌黄。他说的和之前预判道祖之言时的语气一模一样。就算他之前蒙罪了一次，这种灭族的祸事怎么可能发生？定是他胡编乱造的。报！大人们，大事不好了！何事惊慌？公公和祝融2位子巫在演武场吵起来了，2人都显出了盘古真身，说是要决一死战。周围劝架的大巫都被打伤了好几个，怎么拉都拉不住啊！竟然又被他说中了！我操！剧情也不带这么赶的吧？我还没攒够修为，跑去极北冰窟窿躲着呢。这俩暴脾气能不能晚点再打呀？所有人随我去演武场，拦住他们2个！祝融，你个缩头乌龟！刚才在紫霄宫，为何不帮我怼弟兄那僧？你是不是怕了？放屁！我是为了大局。你个莽夫，就知道打打杀杀，迟早害死巫族。你居然说我会害死巫族，那我今日便以死明志。给我住手！相对，那叫针锋相对，全门上下遍体相会。别解释。后头妹子，你咋这么大劲儿？
哎呦，玄冥妹子轻点儿，腰断了。两位兄长都是自家兄弟，怎么能生死相搏，还要撞断父神脊梁？是嫌我们巫族死得不够快吗？再敢私斗，扰乱族运，我把你们俩冻在不周山顶万年！这哪是慈悲为民的后土娘娘啊，分明是洪荒李小龙啊！还有玄冥姑奶奶的天残脚，比星爷电影里的还狠。原来巫族的正确打开方式是全员武打明星，不过不撞山更好，免得连累我这个小卡拉米。既然剧情歪了，我现在溜去极北冰窟窿躲着，岂不是更安全？我现在就溜。凌远，在，玄冥族大人有何吩咐？从今日起，你身为本座贴身侍灵，寸步不离。完了，贴身侍灵不就是玄冥的人形寡剑吗？天天被他的本源寒气吹着，我还没等跑路，就要先成速冻饺子了。哎，怎么不冷了？这姑奶奶良心发现了，还是没电制冷？姐姐居然护着这小地灵，我也要听她的心声，监督她不许争宠。怎么感觉有人在骂我？不管了，不周山倒是没撞断，可妖族马上就要派数万妖兵偷袭祖屋殿了。我和巫族灭族这剧情绑死了是吧？怎么就躲不过这道坎儿？怎么可能？两军都在不周山北对峙，妖族主力全在前线，哪来的兵摸去后方？宁可信其有，他之前的预言全中了。要是真的，巫族千年基业就要毁于一旦。传令下去，所有留守巫将，立刻到议事厅见我。我要在后山设伏。两位子巫大人，如今前线吃紧，调走亲卫去后山设伏。后山连个鬼影都没有，哪来的敌人啊？玄冥娘娘居然要设伏，难道她也感觉到了？不过这位置也太偏了，妖族是从东南方向的断魂谷摸过来的，后山连妖族的毛都碰不着，纯纯白改呀！我有预感，妖族恐会偷袭子屋殿，改埋伏地点为东南断魂谷。所有亲卫按十面埋伏阵布防，擅动者斩。两位祖屋大人，妖族两大妖圣集结数万精锐，隐匿行踪冲断魂谷而来，距离祖屋殿已不足100里。妖族竟然真的走断魂谷偷袭，果然来了。既然送上门来，那就一个也别想走。巫族这埋伏还挺像模像样的嘛。这次来的白泽妖圣最喜欢冲前面装逼，要是提前激活秒了他，岂不是赢一半？刑天夸父后夜，你们3人去左侧乱石堆埋伏。大人，为何要去那边？俺想冲在最前面。这是命令，若见白泽入谷，不论他说什么，立刻全力出手，务必一击必杀。是，俺这就去。宿主吐槽达标，触发奖励：后篇至宝翻天印。板砖，这玩意儿趁手啊！物理眩晕加100%，一板砖下去，专治各种不服。哈哈哈哈哈！巫族这群蛮子肯定毫无防备，小的们，随我快攻冲进去，血洗盘古殿！白泽兄，小心有诈！断魂谷地势险要，恐有埋伏。就凭那些没脑子的巫族，本座通晓万物，早已算过。今日巫族气数已尽，冲！起阵！不好，有埋伏！杀！乖乖，这就是祖屋的实力吗？简直是降维打击啊！不过这些妖兵死后掉落的妖丹可不能浪费了，不然对不起我天天被冻得掉的一身冰碴子，这可是全是行走的经验包啊！为了提升实力，早点溜，拼了！嗨，哥们儿。搞定，下一个。好丑啊！玄冥，今日之仇，妖族必报！想走，留下吧。
丁检测到妖圣妖丹，获得神通，缩地成寸。缩地成寸，跑路神技啊！以后玄冥姑奶奶想抓我、动我都追不上。祖武威武，无祖必胜！痛快！俺这辈子没打过这么爽的仗。那白泽连个屁都没放出来，就被俺们轰成了血雾。多亏两位祖武大人神机妙算，提前埋伏在断魂谷，不然让这俩妖圣摸去盘古殿，后果不堪设想。若非他提前预警，恐怕今日巫族气运就要断送。此子真是我们巫族的福星。是还不错，也就差我那么一点吧。宿主吐槽达标，奖励10颗先天火属性灵果，可提升修为。这下不用怕玄冥的寒气冻得我流鼻涕了。这么多妖丹加灵果，够我修炼到天仙跑路了。天哭，死了太多生灵，怨气冲天，连天道都看不下去了吗？巫妖大战杀孽太重，因果反噬来了。这仗是赢了，可巫族的灭顶之灾才刚开始啊！我还没攒够跑路的家底呢，别带我一起玩完啊！因果反噬，难道我巫族注定要亡？巫妖杀孽太重，怨气侵蚀洪荒本源，若不化解，亮劫将提前引爆，天地重归混沌，怨气不除，天道难容。若后土不化轮回，当降灭世雷劫，重炼地水火风。巫妖大战，生灵涂炭，我愿牺牲自己护佑苍生。可惜啊，后土娘娘被天道利用慈悲舍身，却护不了任何人。她肉身化作6道，元神被困地府，从此洪荒再无后土族。巫族的12都天神煞大阵缺了一角，只得灭族。还利用灭族，我愿为了洪荒众生牺牲自己。可若我身隐，谁来护我族人？若我苟活，这天地众生又该如何？这天道何其不公！他既然能预知未来，是否也能知道破局之法？这漫天怨气，只有建立轮回才能化解。后土深化轮回，这是天道大事，也是他的宿命。看来唯有这一条路可走。其实也不是非死不可，红军那套方案纯坑人的，什么深化轮回，不就是想白嫖后土娘娘的祖屋肉身和土之法则吗？红军让你献祭，就是想借地府把洪荒所有生灵的生死权柄都攥在手里，踩着巫族的尸挣他的无上大道，这吃相简直难看。要是我才不按红军的破剧本走，步骤多简单啊！首先用盘古父神流的精血为引稳住肉身，这不就不用死了？其次去找镇元子借地书啊，地书是大地胎魔，用它来承载轮回，稳的嘞！最后以自身土之大道为运转核心，搭个完全独立的6道轮回，不仅能成圣，地府还是巫族自家开的，谁的面子都不用给。玄冥姑奶奶还能当天地府煞神，哪个冤魂不服，直接冻成冰碴。这办法简直完美，可惜我不敢说，万一玄冥觉得我胡咧咧，把我扔去外面血雨里冻3天，我就直接嗝屁了。林远，你随我们去一趟武装关。后土怎么突然傻动不献祭了？要去找地书？难道他能听到我的心声？我突感天机，若不想后土献祭承载轮回，恐需至宝镇压。那镇元子手中的地书，乃大地范魔，或许有一线生机。你既是我的侍灵，就和我们同去。原来是他俩顿悟了，还以为读我心了呢。不过地书是镇元子的半神灵宝，凭什么借给你？玄冥怎么还是这么暴力？一身寒气，小心把满山灵草冻僵。镇元子那小气鬼更不肯借了。我什么？敢说姐姐坏话，看我之后怎么收拾你！你去给姐姐摘个果子尝尝。摘果子就摘果子，咋那凶？不过这俩大美人牵手倒还挺养眼的。巫族后土，求借镇元子道友的地书一用。贫道即将闭关，不见外客，借书之事免开尊口。
看吧看吧，我就说借不到。这老头觉得跟盘古殿门口的石柱似的，除非让他知道好兄弟红云马上就要凉透了。红云那个傻白甜，再过1刻钟就要进鲲鹏的埋伏圈了。为了抢红蒙子期，连妖师弓都带上了，云鹤还在等着补刀呢。地叔，我不白借，我用红云道友的一条命来换。你这是何意？我昨日推演天机，发现红云道友今日恐遭贼人暗害，欲生死大劫。红云乃是贫道挚友，素来宽厚，从不与人结冤，谁会害他？道友为借地书，竟出此妄言！这小老头还嘴硬呢。这会儿鲲鹏估计已经布下了99锁魂大阵，红云那个傻白天还乐呵呵的往里钻呢，半刻钟都撑不住就得凉。谁在说话？我？再晚半刻钟，红云连渣都不剩了。小老头只能抱着地书蹲地上哭，哭到人参果都掉光也没用。我听到的是这小地灵的心声，紫霄宫让座因果，鲲鹏的99锁魂大阵，这细节半分不假，难道真是天机示警？镇元子道友若是不信，不妨掐算一番；若是迟了，悔之晚矣。红云的命数竟被人遮蔽得一片混沌，只剩隐约血光，宁可信其有。两位若敢骗我，我镇元子定不轻饶。看，哪里有贼人？红云这不是好好的吗？急什么，老家子？鲲鹏那老阴逼藏左边云层里憋坏了，起手就砸妖师宫胡脸，我可不敢喊出声，万一玄冥姑奶奶嫌我吵，把我嘴冻成冰坨。3、2、1！红云，交出鸿蒙紫气，饶你不死！真的来了，连出场方式和台词都一模一样。镇元子道兄救我！小老头还是太冲动，现在冲上救人可拿不到把柄。要是我，就让后土娘娘捏个假身唤出红云，让鲲鹏以为得手了，等他飘得找不到北的时候再跳出来打脸，讹他和冥河一堆天才地宝。交给我吧，姐姐。转。镇元子、后土、玄冥，你们怎么会在这里？还有红云，你没死？惊不惊喜，意不意外？高端的猎手往往以猎物的形式出现。火红莲拿来当暖手炉多舒服，鲲鹏的北冥本源给镇元子的人参果当肥料刚好。你们2人伤了红云，扰我巫族行事，该赔。鲲鹏、冥河，今日不留下点赔礼，休想离开！镇元子，你休要嚣张！我妖族天庭你待如何？我的宝贝莲台！算你们识相。北冥本源收下了。就这么交出去了？我操！这仨人比我还狠啊！我就随便想想，他们还真打劫啊！宿主吐槽成功，奖励极品先天灵宝护体冰莲，防御无敌，净化万法，修为突破极阶。好啊！下次玄冥动我终于能挡2下了，跑路的资本又厚了一层。老兄，若非你及时赶到，我就真的凉了。跟你说了多少回了，
开祥云不喝酒，喝酒不开祥云。嘿嘿，那不是有你在吗？我就知道你会来救我的。哎，真拿你没办法。后土道友、玄冥道友，大恩不言谢。这地书借你们用多久都行，只是不知两位道友欲借地书何用？此宝乃大地附魔，若有闪失……哎呀，要是这老头知道地书是拿去填噬海之眼当地府地基的，肯定要抱着他的宝贝地书一起殉道。要我就说这是技术入股，甲方地府集团，乙方武装观，地书当核心资产入股，以后武装观全宗上下走轮回免排队，直接投胎洪荒顶级仙门富二代。还送专属 VIP 包厢，不用喝孟婆汤，这诱惑老头能顶得住才有鬼。此乃大机缘，地书将成一介之机，届时武装观与地府气运相连，道友门人皆可享轮回之便，死后优先投胎，不受那轮回之苦。当真那便一道友，若真有此等好事，镇元祖愿为地府区区。一路顺风。后土玄冥，我欺人太甚，刚抢了我的红莲，又来我血海作甚，真当我冥河好欺负？聒噪！今日借你宝地一用。我去，后土娘娘这巴掌比玄冥洞人还狠啊！还好我平时没敢在她面前下毒牌，不然直接被拍进地里当肥料啊！今后土感念众生疾苦，无处轮回，愿身化轮回，补天道。地书去。镇元子那老道视地书如命，竟然会借给后土。若有地书承载轮回，后土或许真能不必陨身。集天地间最污秽之气，煞气冲天。哎呀，这操作不对啊！地书是大地幼魔，得顺着地脉走，哪有硬砸的道理？估计得像贴手机膜一样慢慢贴，把那杀气捋顺，气泡消了才不会炸。要先捋顺杀气。原来如此。哼哼，后土空有地书而不知如何使用，已是强弩之末。六道现，无名平心，今日正道成圣，地府立。此事和我推演的不同，后土化轮回，并进并未陨身。娘娘圣寿无疆。丁宿主吐槽触发奖励，后天至宝捆仙绳，无视等级，物理禁锢加100%。好东西啊！有了这个神器，再加上之前的护体白莲，下次玄冥动物我就能先捆住它的冰棱再跑。可惜啊，后土虽然成圣了，但这地府马上就要变成各方势力的棋盘了。天庭任命10个阎王来摘桃子，西方教派地藏来抢地盘，这平心娘娘最后只能被架空，变成个吉祥物。说不定连我也要变成冰土的手办呢。架空，我看谁敢！按原剧情，后土娘娘一心用本源维持轮回，玄冥娘娘只善杀伐，放任天庭与西方抢中地府的位置，他们这管地府的手段还是太嫩了。
后土娘娘刚成圣，怎么看着气成这样呀？地府出力，或许会有人想来分一杯羹。换作是我就搞现代公司体系，设立十殿阎罗、判官院、勾魂司、镇狱司4大核心机构，核心岗位必须全用巫族嫡系，把人事权死死攥在手里，绝对不能给外人留口子，谁敢伸手就剁谁的手。传我法旨，地府出力，当设4大核心机构，以理阴阳。地府上下皆由巫族而来镇守。咦，这后土娘娘怎么突然开窍了？娘娘，地府乃3界公共之地，十殿阎罗需3界公认。若只用巫族嫡系，恐引天道不满，更会得罪各方势力。我等只懂征战杀伐，阴司轮回之事需细致耐心，本就该让3界有德者居之，全用巫族子弟，怕是难以服众啊。天道只看轮回稳不稳，才不管谁管。巫族自己建的轮回，凭什么让外人掌权？纯纯的拿着接饭碗讨事。再说了，巫族能者众多，只要放在合适的位置上，岂不是乱杀天庭？都闭嘴！我巫族才德兼备者众多，何须外人？镇狱司由九凤执掌，统管18层地狱。九凤杀气重，正好镇压厉鬼。勾魂司后羿执掌，率3000巫兵，掌3界魂魄界引。判官院玄冥祖无为院长，统管生死簿，判3界因果。玄冥铁面无私，谁敢徇私？此事我意已决。大家镇场子这任务，我擅长。谨遵娘娘法旨。按你定的规制，我们地府现在固若金汤，效率更是提升了10倍。娘娘，就算核心岗用了巫族嫡系，可轮回根基依旧有漏洞。奈何桥的孟婆汤只能消去亡魂记忆，却洗不掉前世因果。无数亡魂带着因果转世，已经引发了3起人间祸乱。长此以往，轮回必乱，天庭并会以此为借口插手。就知道没这么顺，这因果漏洞要是补不上，后土刚坐稳的位置就得晃悠。现在的孟婆汤就是个半成品，只消记忆不消因果，跟喝忘川河水兑了凉白开有啥区别？他说孟婆汤是残次品，消不了因果，西方会拿这个做文章，有解决办法。除非后土唤醒孟婆的本源之力，熬制加强版孟婆汤，才能彻底斩断因果，稳固地府的权力。这小子的话倒是可信。走，去奈何桥。孟婆，你乃先天幽冥之精，本源沉睡至今，今日吾便助你唤醒本源。多谢娘娘点化。娘娘竟连孟婆汤这等难事都能轻易解决，属下实在佩服。我去，难道是因为我的穿越改变了原剧情的节点？两位祖屋娘娘可比原剧情聪明多了。丁，系统升级，奖励先天灵宝混元丹，服下可助宿主掌握本源，突破太乙金仙巅峰。现在我这实力够跑路了吧？正好待会儿地府朝会人多眼杂，我溜去洪荒找个山清水秀的地方当散仙去。这天天提心吊胆怕被冻得破班，谁爱上谁上。他要跑，我们这地府可不是他想跑就跑得掉的。地府出力，百废待兴。今日召集诸位，是为了确立地府各司职权，定下万世基业。谨遵娘娘法旨。这大朝会跟前世公司开年会似的，屁事儿多还耗时间，趁现在溜了。只要出了这个门，我就立刻用缩地成寸，去找个暖洞享清福，再也不用挨玄冥洞了。这小子
要跑去深山老林夺我的寒气。如此能忍，我可要把他抓回来，让他好好感受一下姐姐对他的器重。镇狱司、勾魂司、判官院皆已有人选，然地府尚缺一位总管阴阳、统合诸司、统筹全局的首席判官。听听，这摆明了是全年无休的007超级牛马岗，哪个倒霉蛋接谁傻？反正我马上就溜，绝对轮不到我。再见了地府，再见了玄冥的冰冷，我的自由人生我来了。首席判官凌远，你要去哪儿？那个娘娘，我突然想起我晾在玄冥偏殿檐下的冰糕还没收，再不收要化了。哎，我真的很急，您继续开大会，不用管我。找我干什么？出了这个门，我立马溜去10万8千里外的花果山窝着，看你冰冷还能。我操！我的绳子不是认主了吗？怎么还在叛变呢？干得不错。好啊，原来你这绳是个见色忘义的。娘娘，玄冥族都是误会，我就是出门透透气。看来林判官实在留恋地府，那就留下吧。传我法旨，即日起，凌远为地府判官之首，掌功德司，为同十殿阎罗。其本源与6道轮回深度绑定，地府不灭，凌远不伤。绑定本源，那岂不是地府被打我也得跟着挨揍？007就算了，还欠卖身契。红皇有没有劳动仲裁啊？在线等级。恭喜林判官。行，算你们狠。等我吐槽升级拿到碧晨珠和地府解报，我定要在你们眼皮子底下悄无声息的跑路。特意拉你过来听听，这小子天天鬼主意多，说不定又有什么关于地府的预判。判官这活是人干的吗？也就是神仙不用睡觉，地府还没劳动法，不然我高低得去紫霄宫告后土压榨童工。这破班谁爱上谁上，反正我就摸鱼，只要我摸鱼够快，老板就休想过上好日子。罢了，为了地府的未来，我忍。师尊说得对，地府气运庞大，若任由巫族掌控，必成西方大患。阿弥陀佛，贫僧感念地狱众生疾苦，赐发大宏愿。地狱不空，誓不成佛，众生度尽，方正菩提。地藏王这秃驴果然和原剧情一样，掐着点来抢地府气运了。玄冥的暴脾气要是知道了，不得直接把他连人带金莲冻成冰坨扔回西方。地狱不空，誓不成佛。这便是西方教的手段，竟能直接影响心智，比妖族迷魂阵还歹毒。哟，这秃驴的本事见长了，都学会玩精神污染。不过这招对我没用。我不入地狱，谁入地狱？呸！宏愿唱的比玄冥殿的冰冷还硬，心里全是生意。传我法旨，开启地府12都天大阵，任何人不得懈怠，违令者打入畜生道轮回。大师发宏愿是大好事啊，这是大慈悲啊，为何要防备八竿子打不着的冥河？咱们是不是反应过度了？按后土娘娘法旨办，3日之内冥河不来，我项上人头给你们当促居替。我去，玄冥你玩这么大，到时候冥河真打过来，你们可别把我这个刚上岗的首席判官推出去挡刀啊！冥河道友，我观这血海气运近几日流失的厉害，分明是巫族立了轮回，夺了道友的造化。那后土娘娘放言，迟早要将血海彻底净化。我要净化这血海，我要把你的古宫做成冰雕百件。那2个娘们儿真敢这么说，欺人太甚！这血海乃是老祖我的家，他们敢拆我的家，还要灭我的族！
道友若是不信，可去鬼门关一探究竟。我虽不才，愿为道友诵经祈福，助道友夺回公道。好，既然他们不仁，就别怪我不义。3日后我就率1万阿修罗族踏落地府，我倒要看看这幽冥到底是他后土说了算，还是我冥河说了算。这都3天整了，半点动静都没有。玄冥祖屋上次说的赌约是不是要算数啊？我看后土娘娘和玄冥祖屋说不定真紧张过了头。冥河躲在血海多少年没出来，哪能说打就打？要不咱们把大阵撤了，浪费灵力啊！完犊子，这帮不长心的，冥河这货可是说1不2的暴脾气，我赌5毛他下1秒就到。后土玄冥，滚出来受死！刚才谁说要撤阵的？战后去阵眼领30棍冰冷刑。神了！玄冥祖屋和后土娘娘真是料事如神，俺服了！以后2位祖屋指哪儿俺打哪儿，半个字都不啰嗦。冥河这铁憨憨被地藏当枪使了都不知道，那秃驴指不定现在躲在哪朵血云后面嗑灵果看戏呢。这小子满肚子鬼主意，与其和冥河拼得2败俱伤，不如让冥河也听听他的心声，省得浪费力气。天地玄黄，宇宙洪荒，金光速现，富户无身。后土玄冥。其实吧，冥河那凶神恶煞的样子，当个保安大队长多威风，往门口一站，谁敢逃票？给他发点编制和气运，再配个大盖帽，手里拿个冰棍，五险一金给交上，他能把鬼门关守得连只苍蝇都飞不进去，何必打生打死？多好的劳动力啊，浪费了！谁在说话？什么保安大队长？五险一金是什么鬼？我堂堂血海之主，准圣大能，你个小小的地灵让我当看门的，当我是什么人？庶子，竟敢羞辱本老祖！给我死！我操！你打我干嘛？我就是个摸鱼吃瓜的，冤有头债有主啊！少废话，受死吧！都说了别打摸鱼的，你丫的吃我一板砖！怎么可能？这一击老祖我用了8成力，就算是大罗金线也得重伤。你个太乙金线的小小地灵，竟然挡住了！这破板砖是什么先天法宝？这小子藏得还挺深，还以为只会偷冰糕吃呢，关键时刻还能顶用。倒是没想到他还有这等本事。刚好地府缺能打又能出主意的判官，回头给他说的什么编制提一提，就和他说冰糕配额翻倍。真的？阿弥陀佛，冥河道友莫慌，贫僧来助你一臂之力。这妖孽竟敢伤道友，扰乱地府秩序，贫僧这就超度了他。哈哈哈哈！大事来得正好，地府欺人太甚，你我联手，先把这牙尖嘴利的小子碎尸万段！冥河这脑子是不是在血海里泡久了，冻成冰坨了？人家是来助你去死的。阿修罗族生于血海，号称不死不灭，死了也能在血海重生。人家挑起阿修罗和地府的大战，让阿修罗族源源不断的战死，你死的越多，他度化的越欢，这功德割了一茬长一茬，永远割不完。不死不灭，源源不断的功德，难道真如这小地灵所说，是要将我一族化作他的功德养料？冥河道友除魔未到，就在今日啊，何故停手？大师，我不行了，这地府玄冰大阵太硬了，刚才那一击耗尽了我8成法力，更是伤了元神本源。道友竟伤得如此之重，贫僧定会为你讨回公道。贫道需燃烧金线，施展最后一击，还请大师为贫道护法，千万莫要让那灵远偷袭。燃烧金血，那正好，等你虚弱之时，贫道便可借机度化你，再说成是地府出的手便是了。道友且放手施为，
贫僧定护你周全。为了血海公道，贫僧便是舍了这身皮毛又何妨？嘴上说着护明和周全，身体倒是很诚实。人家那禅杖都快怼到明和腰子上了。等明和大招放完，直接给他来个透心凉、心飞扬，趁机度化。这秃驴也太不讲究了。好个秃驴，竟然真想要老祖我的命！既如此，那就别怪老祖心狠手辣。今日不是你死，就是我活，燃我精血，天地俱灭！杀！给老祖我死！我好心助你，已经恩将仇报。你这魔头果然不可理喻，你难道不怕西方二圣的怒火吗？少跟老祖我装蒜，想拿阿修罗族当韭菜，想从老子身上抽功德。我砍死你个伪君子！什么西方二圣，老子今天先杀了你这个秃驴！我操，这反转来的太快，就像玄冥祖师扔的冰凌子。难道明和一开始就知道人家上的阴谋在演他呢？这演技搁玄冥殿排个新春小品都能拿头奖呢。是时候收网了，全军出击，助明和道友除魔。可以趁机落井下石，暴打秃驴，我喜欢。大师别跑啊！您不是要渡尽苍生吗？先渡这一板砖。这可是沾了玄冥祖屋冰碴子开光的，专门给您开跑。你们无耻不讲武德！是你们逼我的，都给我滚开！大师，鞋掉了，不要了吗？这可是西方教限量款，回头我给你指导灵山道父啊！那个，既然误会解除了，老祖我就回血海了，家里还炖着血莲汤呢。要我说，这明和还不如趁现在入职地府，正好玄冥祖书馆杀伐护卫队，给他封个大官，说出去多有面。我愿聘请道友地府镇海大元帅，共抗西方，享地府气运供奉。道友意下如何？既是娘娘相邀，明和敢不从命？成交！以后这鬼门关，老祖我守了。谁敢来撒野，先问问老祖的原图阿鼻双剑。奖励极品先天灵宝九龙神火罩魔改版，修为突破至大罗金仙初期。这玩意儿够劲儿，专烧虚妄，那不是专门克西方那些道貌岸然的伪君子的假金身吗？以后就算是准圣来了，我躲在玄冥祖屋的冰盾后面放火龙，谁也碰不着我半根毫毛。现在我都是大罗金仙了，只要再吐槽几次，把系统进度条刷满，拿到终极奖励碧晨珠，就能彻底斩断和地府的因果绑定。到时候这007的判官谁爱当谁当去，世界很大，我要去看看。还不死心想跑？入了我地府的名册，哪有那么容易走的？看来得给这小地灵加担子，拴得牢些才是。昊天，我先赐你天庭，掌3界权柄。切记，地府亦在3界之内，当归天庭统辖。若有不从，可代天行道。弟子领命，令不负道祖重戳，将地府纳入天庭版图，让那地府众生尽知天威浩荡。道祖有旨，地府亦在3界之内，当归天庭统辖。朕乃道祖亲封的天帝，理应代天目数。太白金星，朕命你下界宣读法旨，命后土即刻上天述职，交出生死簿与判官笔，由天庭重新以此册令地府众神。这地府那是后土娘娘身化轮回换来的，又有巫族坐镇，能听咱们的？怎么，朕的话不管用？陛下圣明，老臣定让那地府俯首称臣。地府赶跑了西方势力，但头上还有个天庭。算算时间，昊天应该正拿着道祖的鸡毛当令箭，派个太白金星下来，想收编地府。奉天承运。昊天这会儿铁定在做美梦，觉得搬出道祖和3清的名头，后土就得乖乖交出生死簿。狐假虎威倒是贴切，他也配打生死簿的主意。尤其是元始天尊，最看不起童子上位的主。昊天敢借他的名义招摇撞骗，指不定回头就被元始扔个玉虚符砸满脸。
凌远判官，随我去一趟昆仑山。啊？去昆仑山干嘛？咱们出差也没补贴啊。地府出力，理应去拜会一下三清师兄，顺便聊聊家常。我自会补贴你，只要你受得住就行。这就是传说中的玉虚宫吗？果然是气派非凡啊！见过三位师兄。后土师妹不在地府守着轮回，玄冥师妹也不在巫族坐镇，来我昆仑何事？地府出力，特来向三位师兄讨个示下。如今昊天上帝欲统辖三界，不知三位师兄意下如何？地府近来势力强盛，若能借天庭压一压势头，也是对我阐教有利。昊天乃道祖亲封，名义上确实统管三界，地府既在三界内，受些约束也是应当。我阐教顺应天数，此事怕是难办。顺应天数，原始这老头是不是修道修傻了？他要是知道昊天那个小心眼，以后会借着天庭缺人的由头，逼着他门下的12金仙全都去天庭当苦力，为一个当年紫霄宫看门的童子踩在头上。还有老子，人教气运全在人族，昊天想把人道轮回捏在手里，以后人族转世投胎都要看天庭脸色，到时候人道根基被断，老子这太上无为的招牌，怕是要被砸得稀烂。最惨的还是通天教主啊！截教万仙来朝多风光，可惜啊，马上就要被这俩亲兄弟联合外人给坑死了。联合外人坑死我，亲兄弟！到时候截教覆灭，万仙上马，剩下的全被打入轮回，那可是地府最大的客户。那时候地府要是归了昊天，截教弟子在地府怕是要永世不得翻身，想投个好胎，做梦去吧！通天，你发什么疯？师弟，莫要冲动。这三清怎么坏端端的要打起来了？他们关系一直这么差吗？这小地灵的心声竟如亲眼所见一般，而且似乎还不知道自己的心声泄露。若他所言是真，不仅不能暴露我们能听见他的心声，还得拉拢地府才能听到更多预言。师兄别紧张，我就是听到这昊天所为太生气了，他怎能如此对待地府？你说对不对？后土师妹，通天师弟说的有理，刚刚是师兄没想清楚，地府乃轮回重地，岂能由天庭随意插手？师妹放心，我阐教全力支持地府独立。善，人教亦支持地府。再不走，这三兄弟怕是要打起来了。多谢三位师兄，地府事务繁忙，师妹这就告辞了。平心娘娘接旨。接旨？昊天也配给地府下旨？大胆！陛下乃道祖亲封，统御三界。后土娘娘虽化轮回有功，但也不能违逆天数。代管，滚回去告诉昊天，地府是无族的地府，是众生的地，唯独不是他天庭的后花园。哼，后土，你若抗旨，便是与三清圣人为敌。陛下此举乃是得到了三清圣人的首肯，三清的怒火，你承受得起吗？三清积危已久，若真联手施压，咱们地府确实威压。刚才在昆仑山，三清的变脸速度比玄冥教神冰文化的还快，抢着要支持地府，差点打起来。太白金星要是知道真相，估计能当场吓尿了。三清支持，好啊。那你现在就叫一声，看三清应不应你。请三清圣人法旨，镇压地府叛逆。请三清圣人法旨。哈哈哈！后土玄冥，你们完了！圣人降临，你还不跪下接旨？滚！昊天算个什么东西，也敢代表本座？地府之事，天庭休得插手，再敢妄言，斩！说好的三清支持呢？这直接变成三清混合三打了啊！丁，宿主吐槽系统升级，
奖励特殊灵宝吞天金钵，可强行吞噬上品后天灵宝。修为奖励大罗金仙中期。我去，大罗金仙中期，还有这能吞法宝的金钵，以后谁敢拿破法宝砸我，我就让他知道什么叫肉包子打狗。不对，是法宝尽晚，有去无回。欺人太甚！三清竟敢如此羞辱朕，朕是天帝，朕是道祖亲封的三界公主。陛下息怒，地府虽有三清庇护，但其根基全在轮回香火。若是我们断了人族香火，地府便是无源之水，无本之木，撑不了多久。可人族是女娲圣人所造，我们如何能断得了？人族乃女娲所造不假，但西方二圣觊觎人间香火，不是一天两天的。我们可以和二圣联手，许他们共享人族气运，让他们出手牵制女娲。我们借机改道人族信仰，让人族改信天庭与西方教，废除女娲与地府的信仰。妙啊！就这么办。后土，你给朕等着，朕迟早把你地府连根拔了！娘娘，你要为我们做主啊！那帮秃驴欺人太甚了。是啊，娘娘，近日人族那边怪事频发，好些部落的香火突然断了。那群光头和尚不仅会变戏法迷惑凡人，还把咱地府的庙都砸了。砸庙？他们好大的胆子！不仅砸庙，他们还改了牌匾，把地府城隍庙改成了极乐净土办事处，还贴了副对联，上联信昊天得永生无灾无难，下联拜西方享极乐有求必应，横批早死早超生。极乐净土办事处会有美女在门口跳极乐净土吗？等等，光头和尚那不是西方教的人吗？昊天这孙子够阴的，正面刚不过三清，就开始玩这种降维打击，联合西方教去人族挖墙角，这是要断了女娲和地府的香火根基啊！女娲那宅女圣人天天在挖皇宫捏泥人玩，老家被偷了，估计能气得把整座挖皇宫都砸了。一旦人族改信西方，女娲圣人气运大跌，天庭就能趁机拿捏人道，到时候三界真成了昊天的一言堂，地府也保不住。不过也好，那宅女圣人天天窝着都快发霉了，有人给她找事干挺好，这下有大戏看喽。天庭这是想釜底抽薪，控制人道来对付我们地府，备驾去挖皇宫。去挖皇宫？那地方圣人打架的余波都能把我都干碎了，不行，我得尿遁。往哪儿去？凌远，你随我同去。若敢跑，扣你在这判官的小房子里批完500年生死簿才能出去。不要啊！师姐，昊天与西方教联手，近日在人族部落兴风作浪，毁我地府庙宇，断轮回香火。更甚者，他们欲废除师姐您的人族圣母之位，改信天庭与西方教。师妹多虑了，昊天不过是道祖座下童子出身，纵有野心也掀不起什么风浪。西方二圣毕竟是圣人之尊，岂会做出毁我神像、断我根基这种下作之事？就是我家娘娘乃人族圣母，三界谁人不敬？借他们100个胆子也不敢动娘娘的神像。女娲娘娘这是宅在挖皇宫捏泥人，捏傻了吧？准提是要脸的人吗？砸个神像对她来说算什么？何人心声？竟是那玄冥身后的小地灵，编的倒是有模有样，怕不是后土和玄冥特意安排来哄我出手的。这会儿估计那18罗汉已经带着瘟疫套餐到了华胥部落了。荒谬！准提纵然贪些气运，也不至于做这等下作事。定是这小地灵胡编乱造，后土故意拿这些话来激我。既然师妹执意认为西方教要断我人族香火，那吾便让你看看人族子民究竟敬的是谁。彩云，取元光镜来。看，这不是好好的吗？师妹，你太多心了。这些圣人宅久了都眼神不好啊，看戏都不仔细，没看见那井边老柳树叶子都黑得快干上玄冥殿藏了万年的冰炭了，明显是毒气外溢啊！看那个刚打完水的大神，印堂黑的都能给玄冥殿当默写生死簿了，脚步虚浮成这样，走不出3步绝对倒。1步2步，这只是开胃菜，重头戏来了啊！光头男团要登场了。铁定自带梵音 BGM 彩金莲，生怕别人不知道他。3分悲面7分算计，他下一句绝对是贫僧以此圣水救赎尔等罪孽。
贫僧以此圣水救赎尔等罪孽。娘娘如何？竟然分毫不差。哎，还有那个人，待会儿就要表演脚踢供桌了，那可是千年古木做的，踢坏了多可惜，拿回来给玄冥殿雕冰糕模子不好吗？凌远这嘴简直是开了光。师姐，这下你总该信昊天和西方教的野心了吧？此乃伪神，不佑苍生，留之何用？当毁之！放肆！准提，昊天欺人太甚，竟敢毁吾金身，伤害人族！吾要去灭了他们！我去，女娲娘娘的这暴脾气比玄冥还冲啊！这明显是钓鱼执法呀，一去就中计了。这群秃驴最擅长道德绑架。女娲是圣人，要是直接对凡间罗汉出手，就是触犯道祖立下的圣人不得干涉凡间的规矩。你违规了，去紫霄宫关禁闭1万年。到时候准提就有借口把女娲关进紫霄宫禁闭了，人族气运就彻底归他们了。这是连环套啊！红军那个老头正愁没借口削弱人道呢。好算计！天庭，我必不会让你们得逞。两位师妹，既然特意来挖皇宫报信，想必地府已有良策解此局。看我干嘛？别搞我！我只是个柔弱不能自理的文官啊！他鬼点子多，我刚给他镀了层护身冰甲，死不了。娘娘，我巫族这地灵凌远，虽然修为平平，但武德丰沛，最擅长以德服人。不如让他去跑这一趟。此子先前说的是分毫不差，确实有门道，派他去正好不沾圣人因果，活该破这个局。善，便派他去。善什么善？我不去。娘娘，我还有800份台账没盘呢。回来再盘。凌远判官，为了地府与人族的安宁，去吧。你们俩合起伙来坑我！让开让开，刹不住车啦！那啥，我说我是路过下来修神像的，顺便帮这位大师松松箍。各位大师，信吗？松松骨，区巫族地灵。诸位师弟，结阵！今日便以此魔头之血，祭我西方威名。仙人哥哥，你快走吧，他们人多，你打不过的。放心，哥哥会保护好你们的。别对众生性命视若无物，我真是给你们脸了。哪个破碗想挡我镇派法宝？痴人说梦！哎呀，不好意思，我这碗最近胃口比较好，不小心把各位的牙签吞了。这牙签有点塞牙啊，还有吗？再来点。欺人太甚，此子手段诡异，不可留手。合体，请降魔金刚法身。孽障，毁我法宝，乱我佛心，今日便让你神魂俱灭，受死！小心小心！大就了不起了，大而无当就是活靶子。去，给这傻大个玩个捆绑。这是什么绳子？为何能锁我法身灵力？专治各种不服多动定。还没完呢！走你，看板砖！起！上仙显灵，女娲娘娘显灵了！多谢上仙救命之恩。滚回去告诉准提，人族不是你们可以随意圈养屠戮的牛羊。另外，赔偿人族的账单我会寄到须弥山，少一个字，我让玄冥娘娘去拆了你们的大雷音府。凌远小友果然手段了得，不仅解了人族之危，还狠狠落了西方教的面子。
吾定有重赏。这就值得高兴了，治标不治本啊！昊天和西方教既然盯上了人族，这次失败了，下次肯定玩更大的。按照原剧情，三皇五帝那是人族的人皇，地位与天帝平级，结果被天庭一顿忽悠，硬生生降级成了天子，还得受天庭册封。准奏，赐你风调雨顺，以后人族朕让你生便生，让你死便死。昊天这该死的家伙，居然敢削人皇为天子，断人族脊梁，人皇变天子，受天庭册封。昊天，你好大的胆子，竟敢将本宫亲手捏的人族视作猪狗！师妹，昊天狼子野心，绝不可能善罢甘休。吾欲为人族立人道，辅佐天皇伏羲降世，让人族不再依附天道与天庭。二位以为如何？我去，女娲娘娘这么有眼界，居然直接想到立人道了，这可是逆天改命的大招啊！师姐英明，只是伏羲师兄转世，须得至宝镇压人皇气运才稳妥，不知何处才能寻到这般合适的法宝。凌远，你知道吗？法宝？那肯定是崆峒印呗，人族至宝崆峒印上面刻着九龙，天生就是人皇信物啊。可惜啊，这玩意儿现在还在首阳山老子手里吃灰呢。要是能借来，不过那可是太清圣人，出了名的铁公鸡，想从他手里拔毛难搞。大师兄似乎有事唤吾，吾去就来。神仙串门不都按百年算的？看来有的等喽。正好趁这功夫把剩下的冰糕吃完。我去，这就回来了。这是去首阳山还是去隔壁打香油啊？崆峒印！大师兄听说人族不义，便将此宝赠予吾，镇压人族气运。确定是送的吗？师姐英明，有此至宝镇压气运，立人道之事便再无阻碍。哼，吾的手段岂是你这小地灵能揣测的？今日吾就要立下人道。兄长，人族未来便托付于你了。去吧，开创人道纪元。不好！朕感应到伏羲投入人道，人族气运有变，正在脱离天庭的掌控。陛下，听说那地府的凌远协助女娲赶跑了18罗汉，定是他们又在搞鬼。18罗汉铩羽而归，人族气运暴涨，我看这地府是想造反了。太白金星去请西方二圣，告诉他们，想要人族气运，就别藏着掖着了。师兄，地府势大，玄冥那疯女人又护着那凌远和后土，若人道再立，我西方教何时能大兴？那地府欺人太甚。昊天愿以天庭30%气运分我西方，此乃大机缘，不可错过。好，那便一不做二不休，趁伏羲未醒，人道未稳，直接毁了华西部落，断了人皇根基，让人族彻底绝望，只能皈依我佛。不要啊，我的乖孙！凌远，西方教故意将瘟疫要毁人皇根基，我二人被接引准提拖住了，你速速前去救人！凌远，速去救人！玩不起是吧？圣人打圣人拖时间，派个小喽啰来欺负凡人。拿着，这兵符能挡准圣3级，速去，我去接后土妹妹。众生皆苦，此乃尔等累世红尘业障，唯有极乐方是归宿。尔等如今身中剧毒，命在旦夕，若愿皈依，献出灵魂，老朽便赐尔等解脱，永享清净。我
老骨头死了没关系，求求你救救孩子！我解脱你大爷！放毒杀人，还要逼人跪下！孽障，休得胡言！此乃众生业力所化。业力？我看是你们想吃绝户吧？这是什么火？为何能烧穿我的护体佛光？看清楚了，这毒气就是从他的破碗里出来的，他在收割你们的灵魂，他是魔。还好玄冥给的冰敷带疗伤效果，可以治好这些族人。原来是你干的！还我孩子命来！滚出去！滚出人族！敬酒不吃吃罚酒！我靠！要是佛阵或是准圣，我一个大罗金仙根本扛不住啊！但我身后都是凡人百姓，绝不能退！还在挣扎。检测到宿主守护人道决心，触发隐藏奖励人道气运加持，修为临时突破至准圣初期，奖励神通人道审判。人道之下众生平等，你这放毒吃魂的妖僧也配称佛？人道审判，准圣实力，这怎么可能？人道气运竟然承认了你个巫族地灵！想走，留下点利息。滚回去告诉准提，人族地盘狗与徒儿不得入内。滚！丁，恭喜宿主获得功德加持，已稳固准圣初期。善，大善！今日起，灵远便是我人族唯一的人道护法，想人族永世香火，见护法如见本宫。见过护法。等会儿，事情好像有点不太对。我刚刚只是看不过去，燃了一下，怎么就成护法了？这下我还怎么跑路啊？想跑，这辈子都别想了。这人道护法配着地府判官首座的职位，你当定了。人道护法，地府判官首座，这下彻底成007摄徒了。全年无休，连加班费都没有。现在闭上眼全是公文，做梦都在盖章。谁来把我捞去摸鱼啊？丁，红色警报！红色警报！检测到关键剧情节点，灵明石猴即将被西方教提前催化出世，作为亮劫之子，摧毁地府与天庭。我操！孙悟空，那可是我童年偶像。斗战胜负。猴哥在原著里就够惨了，现在西方教还要提前把猴哥洗脑成只知道杀戮的兵器，用来对付地府，这绝对不行。猴哥必须是自由的。他想去花果山，我们就放他去。姐姐，你就宠他吧。哼。那我不是全在为妹妹着想吗？凌远，我刚批阅地方递来的牒文，近日花果山方向气运异动，恐牵连地府安定，你替我去巡视一番，若有异常，便必行事。我靠，正合我意啊！这可是公费出差摸鱼的好机会，不仅能截胡猴哥，让他当一辈子自在野猴子，不让他走上斗战胜佛的老路。娘娘放心，属下这就去。为了地府安宁，属下义不容辞。他对着冰糕倒是念念不忘，顺便藏了半盒没吃完的冰糕走了。他说的自在猴子倒是有趣，看来西方教这趟又要偷鸡不成蚀把卯了。等他回来，给他批10份冰糕配额便是。阿弥陀佛，乖乖听话，出来便是佛门护法，功德无量。这老秃驴还真是敬业，24小时循环播放了大悲咒。猴哥没疯也是奇迹。猴哥，不愧是灵明石猴，点化灵液这么快用完了，还得去取些无根水来。
猴哥，受苦了，跟哥回家。走你！哼，狸猫换太子，燃灯，这份大礼包希望你喜欢。哼。灵明石猴，你与我西方有缘。猴哥啊，猴哥，原著里你喝的是铜丸铁汁，现在哥让你喝轮回本源，出来必须是满级大爆，一拳一个西方阴阴怪。手到擒鸡火。原著的猴哥命太苦，被天庭当猴耍，被压五指山500年，还得带紧箍咒给和尚当保镖，惨啊！多谢恩公救命之恩，那老秃驴天天念经，烦死俺了，还是这儿舒服，凉丝丝的，比花果山还得劲儿。你在石头里就有意识。恩公，你刚才心里说俺以后会被压五指山，还要给和尚当保镖，真的假的？他能听到我的心声。嘿嘿，俺老孙这么厉害，谁能压俺？哦，还有啥冰糕？俺也要吃。你是。俺乃灵明石猴，通变化，识天时，知地利。恩公心里想啥，俺听得一清二楚。完了，我还有隐私吗？以后我想点少儿不宜的事情，岂不是全直播了？嘿嘿，恩公放心，俺老孙嘴严，不往外说，只要你每天给俺2份冰糕就行。诸位，此时乃天地精华所中，孕育1000年，受我佛法熏陶。今日便是我西方教护法神猴出世之日。哈哈哈哈哈哈！恭喜恭喜，西方教大兴啊！一块破石头能蹦出个什么玩意儿？还震动3界，别是个哑炮。此猴出世，必将震动3界，扬我西方神威。时辰已到，开！这就是西方教的护法神猴，长得挺别致啊！是谁换了我的石头？我的猴子呢？俺老孙的金箍棒呢？这猴子天生神力，又是补天实性，梵天哪能入他的眼？再找不到趁手的兵器，他回头敢拆玄冥殿的冰玉柱当棒子使。看来该去龙宫拿金箍棒了。不过这次不能像原著那样硬抢，得让老尼寇乖乖送上来。东海龙敖岗私吞了3000童男童女的事，要是捅去天庭，他得上寡龙台扒皮。恩公，俺听到了，那龙宫有根金光闪闪的好棒子，还有那老泥鳅的把柄，咱们去打劫。读书屋的事怎么能叫打劫？那叫化缘。对，化缘，俺老孙最喜欢化缘了。龙王好雅兴，我这小兄弟初出茅庐，却见趁手的兵器。听说龙宫多宝，特来化冤。放肆！我龙宫乃天庭下辖，岂容尔等撒野？赶紧滚，否则本王上奏天庭，治你们个大不敬之罪。上奏天庭，好主意。正好我这儿有一本账，想请昊天上帝过目。少仙饶命！这点小事何必惊动天庭和玄冥子无呢？小龙知错了，小龙知错了。那兵器的事，少仙随便挑，看上什么拿什么，整个龙宫的宝贝任你们挑。走，猴哥。好宝贝，就是他了，他在叫俺。这猴子眼高手低，这可是定海神针，重得很，没人拿得动。小小，我的定海神棒，这猴子竟然拿得动！
敖广，陛下有旨，查你私吞贡品之事，若不交出赃物，削去神级，推上斩龙台。我根本交不出，横竖都是死。如今只有抓住这2个地府的人，将功赎罪，或许还有一线生机。上仙，这2人乃是地府妖孽，强抢我龙宫至宝，小龙愿擒下此2人，献给陛下，将功赎罪。猴子，交出神针，束手就擒。泥鳅，给你脸了。法天象地！让你告状，让你将功赎罪，俺老孙打得你生活不能自理。这猴子是怪物吗？这猴子下手也太没轻重了，水晶宫都他半拉了。使者好不容易下凡一趟，看完戏再走呀。老泥鳅，刚才那股嚣张劲儿呢？还要把俺老孙抓去天庭请赏，来呀！使者，救我！我是一心为了天庭啊！废物，连2个地府的杂役都收拾不了，还敢向陛下求救，丢尽了天庭的脸面。看到了吗？这就是你效忠的天庭。在他们眼里，你是一条好狗的时候，赏你2根骨头；没用的时候，就是一锅龙肉汤。我龙族镇守四海亿万年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。原来在天庭眼中，不过是一条呼之即来挥之即去的狗。本王不伺候了。小龙敖广愿率4海龙族归顺地府，以此祖龙珠为证，只求上仙通传玄冥后土2位祖师，救我龙族血脉。敖广，你疯了！你敢背叛天庭，陛下定会派10万天兵踏平东海，将你碎尸万段，你的龙子龙孙都将被抽筋扒皮，永世不得超生。反正都是死不如反了。从此东海龙族为玄冥后土2位旧物马首是瞻，听地府调遣。有骨气，做龙就得有这股子力气。成天当天庭的走狗有什么意思？既然反了，就反得彻底，咱们搞个大的。无奈玄冥族坐杀地灵灵远，今日奉地道后土玄冥2位祖屋之命，以地府名义封4海龙族为地府黄泉水军，龙族气运自此与地道绑定，与地府同存。反了，都反了！地府抢人族气运就算了，现在连龙族也敢抢！传令，点齐10万天兵，即刻出征东海，踏平龙宫。把那只妖猴和林远的小崽子碎尸万段，朕要将他2人魂魄抽出来，放在诛仙灯上烧1万年。地府势大，那孙猴子肉身成圣，敖广那老泥鳅又反水，若是硬攻，恐2败俱伤。朕咽不下这口气，朕才是3界之主。阿弥陀佛，既然明攻不行，那不如便暗杀。此乃6魂幡，虽是通天师兄之物，却因机缘落入吾手。此幡可咒杀圣人之下一切生灵，无视防御，直击真灵。只需将灵远的名字写在尾上，早晚摇动，7日后必死无疑。6
六魂幡，好，我看那凌远这下还有什么招数应对？去，奇怪，谁在骂我？肯定又是昊天那小心眼儿，小心我把他蟠桃库的桃都冻成冰桃，给玄冥祖师当零嘴。似乎有股阴邪的咒力冲凌远来的大凶，莫非是天庭和西方搞了什么阴损招数？凌远，你违逆天数，私藏妖猴，结党营私。今日朕便代天行道，踏平地府。朕要让三界众生知道，天威不可犯。哟，排场挺大呀，想踏平地府？先问问我手里淬了冰魄的板砖答不答应？诅咒，这是圣人级的诅咒，直击真灵，有人在暗算他。凌远，你的死期到了！六魂幡下，神仙难救，就算你是大罗金仙，也得魂飞魄散，全军出击！六魂幡，介意你个老阴逼！系统救驾呀！再不出来，老子就真的凉了！凌远，凝住真灵别散，这是圣人咒杀，应接会死。我靠，见准提两个老阴白，偷通天的六魂幡来阴我！我怕通天提着诛仙4剑，把你俩的菩提树、七宝妙处都劈了当柴烧！宿主遭遇圣人级死劫，仍不忘吐槽，触发保底机制，消耗所有吐槽值，兑换因果反弹丹，使用后可将一切诅咒加倍反弹给施术者，无视空间距离。现在吃太便宜他们了。昊天这老小子以为我必死无疑，肯定会大举进攻。要是把他们引进来，当着他的面吃，再反缠给接引，这才是真正的杀人诛心。装的，演全套，等会儿给你们扎个大胯。挚友啊，怎会就此离去？昔日约定相伴有力，如今却无缘一同前行。凌远阁下，您为庇护龙族身陷险境，万分愧疚。死了，那凌远祸害终于死了！哈哈哈！天助我也！陛下洪福齐天，那凌远倒行逆施，敢违承天威，实属死有余辜。传朕旨意，所有天兵天将押上去，踏平森罗殿。幸不辱命。那凌远已魂飞魄散，真灵尽毁，再无翻身可能。师兄辛苦，虽然耗了六魂幡不少本源，但能除此大患，值了。机不可失，传令药师佛率领所有佛兵，随天庭一同杀入地府。今日便是我西方教入主三界大兴之时。这就是惹怒天庭的下场。朕要将这凌远挫骨扬灰，让他永世不得超生。凌远啊，凌远，你也有今天？你不是狂吗？你不是能算计吗？起来打我呀！朕要看看你这只蝼蚁死后是不是还那么硬气。哎呀，刚才好像听到有人叫我起来打他，这种奇怪的要求我这辈子都没见过。你没死，诈尸了！躺着玄冰棺材半个时辰，快给我冻成冰棍了！昊天总算来了，这不可能！给你个惊喜。接好了。去。这是什么力量？因果反噬！不，我的幡，我的道基，痛杀我也！听到了吗？看来你的好朋友身体不太舒服，吐血吐得挺欢快。你勾结西方圣人，按下地府黑手的账，我们慢慢算。
你们竟然连圣人都敢算计！就算没死又如何？我有10万天兵，还有西方教佛兵，你地府如今空虚，拿什么跟我斗？还搁这装呢？玄冥的兵临大阵都在脚底下埋半天了。众星君何在？请周天星斗大阵，踏破地府！凌远，看到了吗？这就是天庭的底蕴，这就是朕的周天星斗大阵。刚才不是很嚣张吗？现在跪下求饶，朕或许还能留你个全尸。这就是所谓的周天星斗大阵，我看是周天灯泡大阵了。除了亮一点黄眼睛，连我身前玄冰盾的毛都刮不了，也没啥特别的。凌远，不可大意，此阵引动上古星辰之力，非圣人不可破。后土称的护山大阵顶不了多久。既然你想死，朕就成全。众星君听令，星辰陨落，毁天灭地。比人多是吧？比阵仗大是吧？搞得好像谁没朋友一样，都出来吧，大家伙，别藏着了，让这位天帝好好看看什么叫真正的豪门底蕴。12都天神煞大阵！傲天小儿，谁给你的胆子在地府撒野？问过老祖手中的剑了吗？宁远小友有难，贫道岂能袖手旁观？在大地抬魔，不知陛下的星斗大阵能否破得？地府黄泉水军在此，谁敢伤我主公凌远？不好意思啊，刚才数了一下，地府乃地道辖地，天庭越界，今日便留个教训再走。我靠，这猴子比我想的还猛！等下打赢了，给他发10箱芒果冰糕当奖金，不过分吧？哦，顺便让他把这些兔驴的莲台都拆了，给我当冰糕店，冻出来的糕指定更甜。一会儿你列个清单，想要什么战利品都给你留着。佛门越界犯地道辖地，按律收押即可，不可造无度杀业，损地府阴德。嘿，那几个骑宠物的！恩公凌远说你们上辈子要超度俺老孙，站出来！俺老孙让你们先超度超度。异类，此恋可禁锢灵力，纵使修为不凡，品书破开！所谓阵邪束缚，今日便打破这虚妄桎梏。跑什么？刚才那股度化苍生的劲儿呢？接着念经啊！俺老孙还没听够呢，还望网开一面，在下宽恕。当初执意针对凌远之计，怎不曾留有半点余地？别过来！朕是天帝，朕统御3界，朕有道祖赐下的法宝，你杀不了朕！都这时候了，还玩这一套，破铜烂铁也拿出来丢人现眼。凌远，别杀我，这可以封你做大帝，朕把天庭分你一半。地府乃地道直辖之地，不受3界天庭管辖。你越界来犯，本应押入18层地狱服刑。大帝，天庭。今日姑且留你性命，回去告知胡军，地道规矩不容任何人僭越。记住了，从今天起，天庭见地府，
必须绕道走，否则我就让你去畜生道轮回一圈，体验一下当猪的感觉。我说到做到。好个地府，好个陵园，竟敢伤我教门人，毁我教布局！今日若不将你挫骨扬灰，抽出神魂，贬入九幽，我西方教颜面何存？准提，你敢在地府煽动杀业，就不怕道祖怪罪？此子乱了天数，乃是艺术。贫僧顺天行道，老师只会嘉奖。至于你，后土，别以为有轮回功德，我就不敢动你。这就是圣人的力量吗？果然够离谱，在圣人面前，准圣跟冰碴子没区别。哈哈哈哈！不过老秃驴，你狂什么？老子可是留了后手的。刚才玄冥已经偷偷给三清女娲传了讯，今天指不定是谁灰溜溜滚回西方。谁敢动无人族护法？女娲，你要为了一个蝼蚁与我为敌？他是我人道护法，动他就是动人族，就是动武。人道，人道，老秃驴，你口口声声顺天行道，不过是顺你的私心。你为了西方大兴，算计人族，算计地府，甚至算计同门，你修的是佛还是魔？谁也救不了你！今日我便让你看看什么是人定胜天！凡人竟然震退了圣人！准提，你真要毁了这方天地？艺术，乱天术者当诛，因果抹除。你这老硬币终于肯出来了，一来就开挂玩抹杀是吧？老师，陵园有大功于天地，护道道安人族，不可杀。陵园已入轮回。这场闹剧该收场了。抹除我，抹除我，就因为我戳穿了你那写满了算计的破剧本，动了你割韭菜的刀。红军，不必再摆出公正道祖模样，你融合天道，何曾真心为众生？不过是将洪荒视作一己侠欲罢了。小心，陵园，我来帮你。陵园，你这是在逆天而行。系统广报：宿主触发终极吐槽模式，吐槽值燃烧中，绑定玄冥冰脉，后土地道、女娲人道全频段广播。你怕盘古残念具体重生，所以算计12祖；你怕众生超脱不受你管控，所以搞出龙君初劫巫妖亮劫，隔个无量劫就割一波韭菜，清洗天地。你把三清当棋子，把昊天当看门傀儡，把西方二圣当抢地盘的刀，把全洪荒众生都当傻子耍。整片洪荒天地，皆沦为你随心掌控的领域。道祖真的在算计我们，我们都是10万年的棋子，我修了10万年的道，你的做功德。他说的全是真的，我无足可证。地道一可作证。住口！妖言惑众，死！住口！
我偏不。今日我便要为了这洪荒众生讨一个公道。天道不公，人道当立，地道当行，众生当自由。玄冥兵脉，全借你！凌远，撑住！今恭喜宿主正道及人道、地道、玄冥兵脉自由意志于一身，你是洪荒唯一的吐槽圣人。什么圣人？我刚才喊的那么帅，你就给我封个吐槽圣人？吐槽圣人。宿主装逼也不忘吐槽，简直是本系统的天选宿主啊！特奖励宿主终极武器吐槽神剑。你这系统还有点正经武器吗？我对天道的掌控权竟然被这异术硬生生夺走了30%，窃取天道权柄，挡住！还来这套？老头，你那1000年前的剧本早过时了。接我一招，众生之怒！老头，刚才你点我那一指，现在原封不动还给你。从今日起，洪荒不再是你红军的一言堂，天庭管天，地府管地，人族管人，3界并立，圣人不得随意下界，不得干涉凡间因果。大势已去，可我不甘了。准提圣人啊，咱们来算算账。凌远圣人，我们知道错了。光认错就完了？道歉有用的话，要警察干嘛？刚才打坏了地府多少玄冰地爪，还有玄冥祖屋特意给我留的10箱限定芒果冰糕，刚才被你西方教的金莲余波震化了的赔偿费，合计下来80%功德池水，外加西方教所有先天灵宝的1半。准提1半，那是我们西方教踩了多少亮节的老底呀！那要不我带着玄冥祖屋的冰龙军团去西方极乐世界转转？我冰教刚好缺个圣人神魂当镇冰石，给，我们给，你千万别来西方，什么都给。发财了，发财了！这波血赚啊！丁，宿主完成所有主线任务，改变洪荒格局，成就混元无极，获得终极奖励碧尘珠，可斩断一切因果。我都把红军打跑路，把准图薅的只剩裤衩了，你这奖励才到？哈哈，来了就好，来了就好。这地府牛马的日子我是真受够了。现在红军服了，西方教废了，地府也稳了，我这时候功成身退，总不过分吧？这是准提赔的12品功德金莲乱子，冻成冰莲糕刚好够吃100年。这是昊天赔的昊天塔碎片，凿成冰糕模子正好。这是镇元子送的人参果干，配冰糕吃绝了。再见了，您类地府。虽然后土和玄冥娘娘够意思，但我还是向往自由日子。我要找个没人的混沌角落，天天钓星空鱼，啃冰糕，睡大觉，过我的逍遥小日子。等我溜出地府，就斩断和地道人道的所有关联，看谁还能抓我回去当免费苦力。完美，只要跨出这一步，就是海阔凭鱼跃，天高任鸟飞。林大判官，揣的地府准的功德赔偿，这么晚了是要去哪儿啊？那啥，今晚音乐挺圆的，我出来散散步，消消食。散步还留辞呈？世界很大，我想去看看。你想去哪儿看？你们怎么知道的这么快？我明明把字条压在判官笔最底下了。你刚才收拾东西的时候，
心里那首自由循环了1200遍，冰窖里挂的冰棱都被震掉了3根。你说我们怎么知道？林老弟，你之前说我截教万仙来地府馆投胎，肯定能月入10万功德。我这把万仙名单都带来了，你什么时候给安排岗位啊？林小友当初说要拿人参果冻成冰糕卖遍3界，贫道特意留了10束熟果子，就等你开工呢。合着我裸奔了70多集，我心里那些吐槽全被听了个干干净净吗？行吧，既然你们都知道了，那我也摊牌了。这破判官我不当了，天天007，我要退休，我要自由。早知道你会这么说，看看这个。地府终身荣誉顾问聘用合同，甲方地府地道，乙方凌远。条款1，年薪翻倍，外加地府气运分红。条款2，配混沌神兽谛听为私人座驾。条款3，每工作1万年，带薪休假1000年。条款4，拥有对地府重大决策的1票否决权。怎么样？这可是我们连夜和后土商量拟定的卖身契，哦不，聘用书。这不是钱的问题，我是那种为了几口吃的折腰的人吗？我这是向往自由。以后武庄宫的人参果，林小友随时来吃，管饱，要冻成冰糕馅儿也全给你留着。阿修罗族72公主，个个身手了得，还貌美如花，以后就是你的私人护卫队，随叫随到。成交！我主要是舍不得地府的各位同僚，舍不得帮后土娘娘完善地道的大好机会。绝对不是因为人参果和护卫队。行了，别贫了。不过有个条件。还有条件？以后心里吐槽的时候稍微加密一下，不然我们在开地道议事会，你在心里开演唱会，很影响工作效率。大人冤枉啊！小民只是为了求长生，炼一炉九转丹，谁知道丹炉炸了，陷了半个山头，这真不能算杀生啊！炸半个山头？你那丹炉里掺了2000斤雷火石吧？那山头300只灰兔，500只锦鸡，招你惹你了？盼你下辈子投生巫族辖地冰窖旁的灰兔，好好体验一下头顶炸冰茶的感觉。是。3万，砰！哈哈，林老弟，这次你输定了，我都听牌了，是吗？杠，杠上开花，清一色糊了。怎么又是你赢？你是不是偷偷用推演术作弊？打个麻将还用推演，这叫智慧。通天老哥，你这直肠子，除了摆诛仙阵，玩心眼你还不如我啊！老子我的家底都快输光了，这地府麻将比打天庭还难。唉，输赢乃身外之物，只要林小友开心就好。还在琢磨怎么跑路去混沌开冰糕店？想个屁！跑路还要收拾10吨冰糕库存，还要躲你千里追魂的冰棱，累死累活的。躺平不好吗？以前想跑，总觉得洪荒全是圣人下的套，个个心眼多，没一个好东西。现在看这帮家伙也挺有意思的。鲲鹏嘛，虽然阴得很，齐品比你上次打麻将输了赖我偷你冰溜子还差劲。真的打定主意不走了？不走了，好不容易把地府干成洪荒第一硬骨头，这时候走岂不是亏到姥姥家？再说离了我，你俩打麻将都凑不齐3个人，玄冥的新口味冰糕连个敢试毒的都没有。我怕你们无聊到去跟孟婆抢汤勺。算你有良心，刚好晚上瑶池团建。昊天说他新排了个节目叫《天地的自我修养》，
还备了百坛千年冰酿。哟，那必须去啊！我去拿留影师，全给他录下来，以后我就拿出来放给三界看。啊！通天老哥，等等我，我要坐你的诛仙4剑当顺风车去瑶池，省脚力。走喽！今日设宴，一是祝贺灵远圣人正道，为三界贺；二是共商三界太平大计。来，朕先干为敬。客气啥呀，天帝陛下？你那压轴大戏《天地的自我修养》什么时候开演？我这留影石都充好电了，完整版留影都备好了，就等你正式登台亮相呢。大胆！天帝陛下面前，岂容你如此放肆？地府果然是蛮夷之地，一群不懂规矩的野神。地府的规矩就是乱吠的狗没资格开口。先冻上再说。小徒顽劣，让天帝陛下见笑了。不过嘛，若是再有哪个下人管不住自己的嘴，休怪我地府翻脸不讲情面。无妨，是朕的仙官不懂事。来人，上瑶池特供的千年蟠桃，给灵远圣人赔罪。圣人饶命，奴婢不是故意的，奴婢该死。昊天这老小子，就这点上不得台面的手段，真当我是软柿子皮？没事没事，不就一盘桃子嘛，多大点事儿。不过你看，你这漂亮的仙裙也脏了，我帮你洗洗。灵远，别太过分了！我这怎么能叫过分呢？天帝陛下，您不是最讲究天道公平吗？他弄脏了我的法袍，我帮他洗干净他的裙子，这不就扯平了？还是说天帝陛下觉得这样不公平？那要不我帮你也把这身龙袍换成粗布的？玄冥，我什么？你想试试被冻成冰雕，挂在南天门中当吉祥物吗？走了走了，这蟠桃宴档次太低，没意思。昊天那个小心眼儿，这次梁子算是结下了，肯定把咱们恨到骨子里。不过没事儿，他也就这点上不得台面的本事了。他敢来，我就冻住他整个凌霄宝殿，让他尝尝什么叫真正的绝望。姐姐息怒，为了那种人生气不值得，咱们快回家吧，新开张的美食节还等着我们。就是，跟昊天那老脚的置气多没意思。美食集的冰酿桂花糕和烤鲜鹿肉可不能等凉了再吃。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啊！地府独家秘制芒果冰糕，一口透心凉，转世不迷茫。喝了忘忧，转世不愁。灵远大哥，给俺老孙来10根芒果冰糕，俺带回去给花果山的猴子猴孙也尝尝鲜儿。慢点吃，别噎着。对了，可别给小猴子吃太多，不然拉肚子投错胎，我可不负责售后啊。什么破地府，凭什么判我下辈子投生做猪？我可是修炼了3000年的上仙。大胆鬼魂，竟敢在地府美食节闹事！这就叫天堂有路你不走，地狱无门你自来投。滚开！我乃天庭亲封的御仙，你们这些低贱的阴兵也配管我？我要见阎王，不，我要见天帝陛下。天庭册封的御仙，听起来很牛逼的样子，可在我地府，赤龙你得盘着，判你百世为猪都是轻的。赶紧放了我！只要我重返天庭，不然天庭大军一到，必将踏平你这污秽之地。这地府的美食节倒是挺热闹。天庭在这里，天庭说了不算。你们敢动我，天帝陛下绝对不会放过你们的。既然你这么喜欢抱天庭的大腿，那我就成全你，改判下辈子投生为天庭凌霄宝殿的御用扫帚，让你天天都能看见你亲爱的天帝陛下，还是在厕所里。带走。累了吧？尝尝我新做的葡萄味，比芒果的甜。好吃。玄冥，你这手艺不去新东方寄销一下可惜了啊！怎么了？难道昊天那小子真头铁，敢来找事儿？不对啊，看后土这表情不像，倒像是人间出了什么大乱子。到时候等他回来问问。3条糊了。通天老哥说好的啊，这次你又输了，你那把清平剑得借我削3天芒果。哼，这才哪到哪儿？这次我必定转运。
我昨天晚上可是闭关推演了1宿的牌运，今天必叫你们输得当裤子！可拉倒吧！昨天输给我那800块上品灵石忘了？你的推演术都用到怎么出老钱上了吧？淡定淡定，输赢乃身外之物。我辈修士要讲究心境。要是我那些徒弟也能这么简单粗暴解决问题就好了。最近阐教那帮孙子不知道吃错了什么药，老是找我截教弟子的茬，都起了好几次冲突。我操，大的要来了！封神榜的前置剧情，阐解两教的内卷战争终于要打响了。真的比轮回转世还好吗？那是自然。极乐世界遍地黄金，琼楼玉宇，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，不用干活，不用受苦。我去，西方教这帮老六业务都扩展到地府来了，抢 KP 抢到地府头上，真把后土娘娘当 Hello Kitty 了。极乐世界这么好，听着跟5星级度假村似的。那你们几位咋不赶紧打包滚过去享受，还在这发传单冲业绩呢？你是何人？他是地府副主灵远圣人。你们在我地府的地盘上挖墙脚，活腻了？原来是灵远圣人。地府掌管轮回，却让众生在六道中沉沦受苦。慈悲？你们的慈悲就是画个大饼，把魂骗去西方给你们当免费劳动力，还极乐世界？我看是996福报集中营吧！好物，给我拿下他！聒噪！回去告诉接引和准藤那2个老骗子，再敢派人来我地府搞事，下次就不是动起来这么简单了。来人，把这几坨碍事的兵疙瘩拖走，扔去喂孟婆汤里养的那些小可爱。是。林远，姐姐，西方教最近的动作越来越大了，恐怕是在为封神大劫做准备。没错，该来的终究要来。封神大劫这趟浑水，西方教士这帮老阴司铁了心要插一脚，趁机东传，扩大势力。看来这3界的好日子要到头了。人间不比地府，最近因果线乱得很，自己当心。哎呀，我的玄冥娘娘，你这操心的样子都这么好看。放心吧，有你这尊洪荒第一冰山战神跟着，我能出什么事儿？再说了，我现在好歹也是个圣人，虽然是吐槽吐出来的，但战斗力也是爆表的，好吧？谁敢惹我，我一口盐汽水喷死他！凌远，把这个带上，这是大地母佩，能抵挡3次圣人级别的攻击。万一遇到连姐姐都解决不了的麻烦，立刻用它传音给我。知道了，知道了，我的平心娘娘。我们就是去人间出个差，顺便公费旅游，看看有没有不开眼的家伙在搞事。很快就回来了，走了走了，再磨叽下去，人间的糖葫芦都要收摊了。尝尝地道的人间风味，保证比你的冰碴子好吃，又酸又甜，跟初恋似的。还行，好吃吧？跟着我，保证你吃香的喝辣的。千年修行，一朝化形，此后你名唤妲己。是妲己领命。玄冥，你轻点儿，再刮我脸皮都要被你刮掉一层了。人间这么好吃，我早该申请公费出差了，比地府天天啃冰碗强多了。嘘，难不成我把洪荒改得连封神时间线都歪了？有人在施法化形，气息很怪。
不是妖族，也不是人族。杨梅老祖说的没错，果然比狐狸身好看多了。还跟杨梅老祖扯上关系了，完了完了！封神大劫的剧本彻底乱成一锅粥了！别！现在杀了他没用，杨梅那老阴包肯定在背后盯着呢。看不透就对了。我可没有红军那么多算计，只是天道失衡，封神大劫本是定数。可你打乱了巫妖亮劫，导致劫气提前凝聚。巫妖亮劫，这孩子是天地间最后一只九尾天狐，天生能引动劫气。我让他去朝歌，是为了收拢散逸的劫气，免得劫气失控，生灵涂炭。收拢劫气，说得好听，到时候还不是让他背黑锅？等封神结束，他照样得被姜子牙斩了，连个轮回都入不了。这是他的宿命，不过有你在，或许他的命运也能改写。你要好好照顾他。陵远小友，封神大劫，地府不可置身事外。3日后，姜子牙将在渭水遇文王。劫数已至，好自为之。完了，这下玩大了，杨梅都出来了，说明封神大劫真的躲不过去了。红军那老头肯定憋着坏着，想借着封神榜把我们这些不听话的全收拾了。怕什么？有我在，谁也伤不了你。大不了再打一次紫霄宫，把红军的造化玉蝶彻底劈碎。玄冥娘娘也太帅了，不过打紫霄宫还是算了吧。上次打完我躺了3个月才缓过来，这次再打，我怕是要直接躺进轮回里了。凌远，姐姐不好了，阐教和截教在陈塘关打起来了，哪吒出世，脑海抽了敖丙的龙筋。敖光已经带着四海龙族去陈塘关讨说法了，再打下去，阐截两族就要彻底撕破脸了。走，去陈塘关，谁敢动我地府的人，我动他3魂7魄，永世不得超。别急，咱们先去看看情况，实在不行，我用这个符先暂停因果，把敖丙救出来再说。还不行的话，咱们把哪吒也拐回地府当打手，反正他以后也要闹天宫，跟昊天那小子有仇，正好跟咱们一伙儿。